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們今天呢要來幫大家拍的影片呢，一樣是平民美食，但是呢，我們今天有點不一樣哦，因為呢，我們的靈感取自於網絡上有一個很夯的影片，有一個人的老婆喝了那個茶，然後是那個19茶屋的茶，然後她就爆氣跟她老公說，我就跟你說不要買這一家，然後她老公回了一句，可是你剛喝覺得很好喝啊，可能我對某些事物有偏好，那我們今天呢，我們戴上了這個眼罩。我就是純以我吃到的味道去評論，所以呢，今天呢找了一個最有爭議的八方 VS 四海有重疊的商品，我們全部來幫大家開箱。好，那我們現在就來開始進行我們的蒙眼評測。那我們現在開始第一樣評測水餃。OK， 那我要開始戴上我的眼罩，那等一下就由這個工作人員來進行餵食的部分。來嘍。OK， 這已經是四海了。因為跟我平常吃八方的味道不一樣，我記得八方的味道，我會覺得這一顆四海的，就味道上來說，四海的我覺得比八方的好吃，因為我覺得它的餡料裡面有加料，特別的香，特別的甜。你不要看我站的位置去猜哦，因為我可能會跨過去什麼的。媽，隨便你啊，隨便你。第二家的那個招牌，這顆原味跟剛剛那顆原味味道差很多，剛剛那顆就是有甜味有鹹味，這顆就是只有肉味跟菜味。味道也偏比較淡一點。就口味上來說，我會比較傾向四海，就是原味啊。人家說1還是2啊？哦，1啦1。不是，我想說我都猜得那麼準了。等下，這個味道比較重，我先漱一下口。第一家的那個鮮蝦，這個好像什麼燒肉啊？那個什麼鹹豬肉還是什麼的，沒有蝦味啊。那把最後一顆吃掉了。因為這顆的味道是正常的。四海很奇怪，蝦味也沒有，只有一點肉味。四海是招牌，它的鹹味跟甜味比較重，可是它的鮮蝦反而一點味道都沒有。好了，這一顆應該是八方的鮮蝦，我不知道八方的鮮蝦，我也覺得有點太鮮了。可能我在猜啦，可能它的蝦有處理過還是怎麼樣？因為你吃八方的原味跟八方的鮮蝦，就很明顯有一股落差感。但我不認為一隻小蝦子可以差到那麼多，但是也是好吃的。味道蠻夠的，肉啊、蝦跟菜的味道，就是3個不會互相抵觸，就是都蠻吃得到味道。剛剛那個第一家是四海了，第二家是八方。鮮蝦一定是這個八方的比較好吃。來了，我準備好了。來，紙包張開。因為我個人很喜歡吃韭菜，我去八方基本上都會點。這顆沒有意外，應該是八方。而且韭菜味其實算蠻重的，對啊。那再漱一個口，漱一下。OK， 好。你會不會想陰我啊？連續拿2顆八方，然後想要測試我？真的吃得出來，真的啦，我愛胡亂哦。同一家，假設我夾錯了。這證明我不是亂掰的啊！不，大家看我開箱影片就知道我沒有在胡亂的。韭菜水餃也是八方屌虐，這顆四海很像那個冷凍水餃味道，就是韭菜味不夠，然後肉很像那個什麼極地冷凍水餃那種肉味。先跟你公布，第一個是八方，然後第二個是四海。就是假設你是點韭菜水餃的話，八方是好吃非常多，因為八方的韭菜其實加蠻多。我下一個吃玉米的。好了，來，這是第一家。這家的玉米還可以，玉米味蠻夠的。我在懷疑他是不是用玉米濃湯去包那個餡，會不會怎麼會有玉米濃湯的味道？還有那個蛋花勾芡的那個味道，不負責猜測啊，應該是四海，然後跟我平常吃到八方的味道有點不太一樣。第二家的玉米，如果單就玉米水餃而言，我覺得1號贏。就是1號雖然有玉米濃湯的味道，但是至少有玉米味。2號的是我有咬到玉米，但我覺得它的玉米味不太夠。就假設你點水餃，你都點玉米水餃，應該是要凸顯它這個玉米的感覺，玉米的味道。但它吃起來有點像招牌，它玉米味感覺不太夠。然後玉米覺得比較好吃的是四海。玉米的話，我會推第一家，雖然它味道有點怪，因為有玉米濃湯的感覺。OK， 下一個，辣味第一顆。而且雖然我不太吃辣味水餃，但我吃到了那個八方辣味鍋貼的那個辣味味。但我個人其實不太吃辣味，因為像我老婆很喜歡吃辣味鍋貼，可是我都覺得它那個辣太重，它會蓋掉那個豬肉啊或者是其他菜的味道。第二家，
怎麼笑了？你笑什麼了？这應該是四海。如果你要以辣味水餃去評的話，八方的比較辣。我吃到剛剛笑出來的原因是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也有那個冷凍水餃那種，就它豬肉會鹹鹹的，可是沒有豬肉味，就是它會有一種鹹湯，但它的豬肉是沒什麼味道。好，那剛剛辣味第一家是八方，第二家是四海。就我們趙正平說的嘛，韭黃就是要有韭黃味。那你都點辣味水餃就有辣味的話，八方比較辣。八方是這個，我沒戴眼鏡，我也看不到，所以就是看個人啦。你想吃辣一點的話，你可以吃八方的。然後如果你想要吃正常一點，不要太辣的水餃的話，四海。皮的話，我會覺得四海可能好一點。四海的皮比較薄，八方的皮會比較有嚼勁，然後比較厚，然後比較硬一點。整體評價上來說，我會覺得八方比較好。四海的玉米我覺得比八方的好，招牌比較同分，招牌比較看個人。好，那我們水餃評論完了，接下來換鍋貼。第一個先吃原味的 ，OK。好吃。鍋貼有點難評，所以我比較少吃鍋貼。我比較吃水餃，因為就鍋貼有時候都覺得太油了。暫定八方，我等一下再吃看另外一顆。OK， 我要改答案，這個應該才是八方，因為我記得八方沒有蒜味啊。八方裡面有一種淡淡的蒜味。第二個為什麼最後有一種培根味啊？就那個培根的那個油的那個味道。我覺得第一個比較好吃。第一家是四海，第二家是八方，可能招牌是四海勝。我不是說一開始的味道是八方，我覺得是八方贏，但是它後來冒出那個培根味，我覺得不太行。因為有時候其實你也不能確定，因為像八方它的那個每一家都是它那個鍋貼都是現包的，像我家旁邊就有2、3家八方啊，我都去吃過，其他每一家的味道其實都不太一樣。第二個我們吃辣味。OK， 八方，八方的那種韓式辣味的味道。我覺得這家皮太軟，這家感覺不會做鍋貼。因為像我老婆，她都會希望它皮是硬的，吃起來好像在吃水餃。第二家，我比較喜歡四海。当然，你不能先搶一整，要搶1或2。它那個辣比較沒有那麼重。2號鍋貼它比較 mix， 肉有肉味，然後有菜味，然後有一點點的辣。我不知道中式麻辣嗎？就是很低那種辣油之類的。3種餡料的味道是比較混合的，我會比較喜歡2號。那你喜歡吃的是八方？那你怎麼可能啦？真的啦！你可以再吃一顆啊！你可以再吃一顆啊！這是第二家的。真的？我怎麼今天拉到鍋貼那麼好？還是那是沒有對比，沒有傷害？四海的特別難吃，是不是？你吃一下口，吃一下口。我沒有喝的。你怎麼喝那麼快啊？最後一個吃韭菜啊。好吃，這個韭菜味很夠，但我先不猜。好，然後再先吃第二家，沒有把握了。現在來，這顆其實也是好吃。這個2號，它的味道比較像韭菜盒子，就是韭菜味比較沒有那麼重。因為現在你韭菜盒子裡面會有一些，比如說冬粉嘛，會去留住它那個汁，它比較就有韭菜盒子的味道。那就是見仁見智啊，因為其實2家都蠻好吃的。那第一家是四海，第二家是八方。我必須說這家八方，我覺得一定要檢舉它。我家旁邊那個八方味道完全不一樣，尤其是那個辣味鍋貼特別誇張，特別好吃。你剛剛評論是說你覺得韭菜的話四海比較好吃，純粹就是個人口味，就是你比較喜歡韭菜味重一點，或者是整體來說比較均衡一點。但因為韭菜是一個食材的味道，你如果點韭菜鍋貼，你當然是希望吃到那個韭菜味，所以它韭菜味重一點，但是它不會說就是只有韭菜味，沒有其他的味道，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純粹看個人喜好，所以我覺得韭菜是55吧。所以今天整體鍋貼八方好一點，原味跟韭菜其實各有優缺。辣味來說，我覺得這個四海不太行，輸一個辣味啊，當然還是八方贏啊，小贏一點。但是我覺得鍋貼這2家做的都還不錯，鍋貼的好搭檔。玉米濃湯跟酸辣湯，那其實網絡上大家也常站得蠻兇的。鍋貼要配哪一種湯？我通常都點玉米湯餃，反正水餃就丟在玉米湯裡面。幫測一下這個玉米濃湯，第一家啊，這個很好喝，就是那個奶香味有出來，那個火腿丁也蠻夠味的，蠻好喝的。它有一點工廠味，就是很像那個外面那種調理包泡出來的玉米濃湯，但是蠻好喝的。不管它是不是工廠，好喝就好。這2家都很好喝。第2家有吃到香菇味跟這個絞肉味，第2家應該是八方的。
奶油味比較沒那麼重。那該不會我猜錯吧？第一家是四海，第二家是八方。我個人的心得是這樣，四海比較走大眾化，就是四海的那個玉米濃湯的口味，就是小屁孩最愛，很好喝。就因為它那個奶油味跟那個火腿丁味比較重，然後像八方，因為它就是比較多小孩子不喜歡的元素，像它會有一點點蘿蔔味，會有一點點菇味，大部分的小孩子都比較不喜歡。但是兩杯其實都蠻香的，我覺得。OK， 再來我們挑戰酸辣湯，這個酸辣湯比較需要這個功法的，來啊，直接拿。我盡量讓你都吃到掉。好。我覺得這家就有個95分，95分那麼高分哦？我不知道啦，因為大家有的可能比較喜歡重口味，但是這一家的酸感我覺得剛剛好，口味很多元，然後可是味道很溫和的，就淡淡的帶一點酸味，然後有一點柴魚片的味道，然後加上它那些什麼蘿蔔啊，我覺得這家蠻好吃的。等一下，第二家，這一家我覺得是厲害的，因為它很酸，然後它那個胡椒辣很辣。但是它這個厲害的點在於說，它是酸辣湯，但是它吃得出食材味道，感覺抓在那個很極限的位置，就是可能再多一點就會好像在喝醋一樣。我必須說，它這一碗又辣又酸，很開胃。那剛第一家是四海遊龍，第二家是八方雲集。這家八方酸辣湯那麼好喝，之前我後來都喝玉米湯的原因，就是我覺得八方酸辣湯沒有很好喝。其實兩個各有優缺，四海會有一點淡花味。我覺得我比較喜歡這種比較溫和的。我個人口味上來說，我會選四海，因為四海就是每個味道都有，然後比較淡，比較適合配東西吃。那八方這個我會給它評價高是，我說以我個人而言，我覺得它抓的那個位置抓得很好。就是再酸辣一點的話，我會覺得它有點搶戲。為什麼要加那麼多奇怪的食材？就是因為它去組合出一個好味道嘛。那你都是酸辣，那我就直接喝醋、喝胡椒粉就好了，对不对？那這一碗也是，我覺得其實老實說是自由心證啊，就是看你喜歡哪一種。好，那今天這個八方跟四海的這個盲測，我個人這樣子整個吃下來的感覺，我覺得八方小勝。必須老實講，四海也有它厲害的地方，但四海比較像是它的上下限比較高。其實有些東西蠻好吃的，有些東西很雷，不知道為什麼。尤其四海那個鮮蝦，你知道嗎？鮮蝦是特別貴，然後它還特別的不知所謂。比較令我驚訝的是這個湯，我覺得這湯大家做的都蠻不錯的。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那大家如果有什麼建議啊，因為我們是這個新的方式嘛，盲測，大家有什麼建議，或是大家喜歡這種拍法的話，之後就再多一點這個盲測的這個環節。那順便大家也可以留言，看看大家想看什麼東西評比。那我們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謝謝大家收看，我們就下期再見啦，拜拜。